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春晚讲坛。我们今天就来收玉米。好，我们先看看玉米收了没有。紫玉米，不错。我们再看另外一个。啊，这个有点创粉了，所以它的颜色是花的，籽粒饱满，成熟度刚刚好，就是手指掐的话，有点软，但是不太软。那这说明我们这个玉米可以开始收了。很多人种玉米的话，都会受到这个两个问题的困扰，一个就是小动物破坏的比较厉害。辛辛苦苦把玉米种出来了，结果浣熊来了、松鼠来了、老鼠来了。那防动物怎么防呢？播种以后一定要采取覆盖。那采取覆盖的话，我们这里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网子。这种网子的话，其实不需要专门去买了，就说只要是有这种细眼的，方便这个覆盖的，那播下种以后，在播种的地方把这个种子盖起来，网子可以挡住鸟，可以挡住松鼠。这个种子就保护住了，这是播种时间的这个保护，那另外一个保护呢，大家可以看，我这里有些瓶子，这就是普通的矿泉水瓶子，把底剪了，这盖子拿开，这样罩上去就可以了。在玉米须，这个玉米须授粉完了以后有点粘的时候，就可以把瓶子罩上。还有另外一个，大家可以看到网子。所以现在我的这个玉米非常多，但是呢，没有一个玉米受到这个任何的损害，应该。那大家可以看看我们首先外围的这个保护措施在哪里？这是围栏，5尺高的围栏，然后这个网子是眼是细的，下边围栏入了土，那这就意味着老鼠不那么容易进来。那第二个问题就是什么呢？就是授粉的问题。那授粉的问题的话，大家要记住，玉米它授粉是靠什么？靠群体相互这个交叉授粉这样来结籽的。因此的话，种玉米，照我的经验，一定要超过20株才行。你不要种2株、4株，那绝对授粉受不了的。为什么？我们群体够了以后，它群体发育有差异，有的高，有的矮，有的先冲雄花，有的话，这个雌花在后边一点。这样的话，相互之间的这个雄花和雌花能够相遇，授粉就会比较好。因此的话，种玉米这个株数不能太少，一定要够多，这样的话方便它授粉。当然另外一个措施是什么呢？玉米这个雄花出来以后，雌花还新鲜的时候，那在早上10点钟时候，我们可以做一个措施，就是什么呢？用棍子，但这个棍子不是去打玉米了，就轻轻地拨拉一下这个玉米，帮助它这个花粉掉在这个玉米须上，就完成了授粉。大家也许会问，那为什么早上10点呢？因为我观察过，它这个玉米雄花的开放，通常是在10点钟开的最多。那个时候你轻轻地打，你可以在空气当中可以看到一层黄黄的一层粉末往下落。甚至有时候落在这个玉米叶子上，可以看得出来薄薄一层。下午它花粉就关闭了，出来的就不多。另外的话，一定要掌握这个玉米须。它如果出来的时候，玉米须还是很新鲜的时候，那说明它是能接受花粉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授粉才有效。那反过来，如果说玉米须已经蔫了，那说明它已经过了授粉期，要么授上粉了，要么就是时间已经过了，不能授粉。再一个，玉米植株大，需肥量高，因此的话，我们在整地的时候，底肥一定要够，土层要够深，30公分的土层，然后的话，我们在表层每平方米铺20公斤的这个牛粪，铺完以后再翻地，地翻完以后，我们来播种。播种怎么播种呢？40公分左右，那行距掌握在60公分左右。我们在播种之前要挖坑，
把种子就是每个坑里面放2粒种子，每个坑里面放2粒种子。放种子的时候，同时每个坑放100克这个 Growth Delight 进去，那这肥料就很够了。我们到长到1尺高的时候，要根据这个植株的长势、密度做一次间苗。如果觉得密度太高，那可以把多的苗去掉，一坑只留1株玉米，甚至间苗的时间更早，就是差不多半尺的时候，已经看出来长势就可以了。为什么要播2粒？因为这个播2粒的原因，现在给它上保险，一个是防止小动物的破坏，一个是防止虫子吃。如果说早期我们只播1粒，那缺苗以后，这个玉米育栽以后，可以栽活，但是效果不好。刚才也许大家问到为什么是放在坑里面呢？为什么？因为这个玉米植株个头高，看最高的已经超过3米了。如果这个时候遇到风的话，它可能会倒伏。因此的话，我们种的时候把它种在坑里边，那这个坑深10公分左右。到了玉米有2尺、3尺高的时候，我们做一次培土，周围的土围过来，围在这个玉米的根部就可以了。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这个玉米的根部都围了高高的土，这就是为了防止倒伏做的。但另外一个大家可以看到，这个为什么有的玉米雄花被我切了？这其实是一个反倒伏的一个措施，为什么？大家可以看一看，这个没有切顶，3米多高，它重心一定很高。那怎么切顶呢？我们在看到它授粉结束以后，可以把这个雄花去了。但是去雄花的有讲究，通常是从这个雌花玉米包上边2个叶子才开始来去，就是大概从这个地方去。为什么呢？这一段雄花是绝对消耗养分的，去了以后，第一可以减少养分消耗，第二个可以防止倒伏，降低了它的重心。那另外一个问题来了，大家会问，那什么时候来收玉米呢？需不需要每一个撕开看一看？不需要。那最大的一个特点怎么观察？我们眼睛一看就知道。好，我们来看这个。第一，玉米须一定是粘的，玉米须没有粘，那玉米绝对不成熟。第二个，玉米外包上它会出现一点干枯的这个迹象，这说明它里面的玉米熟了，可以了。好，我们看这个，所以不需要把这个玉米撕开的，撕开了以后，这个如果你看到不饱满，再干回去，那这个玉米的生长就会受影响。看，没有过早的采收，这就很好。按照那个籽的话，它不那么有点软，但是不那么出浆，这是恰恰好的收获时间。好，另外一个问题是什么？就是玉米的浇水。那玉米的浇水的话，玉米需水量其实很大，但是呢，它根系深厚，它也非常耐旱。因此的话，只要我们土层深厚，它是有一定耐旱能力的。那浇水的话，为了减少劳动力，最好是什么？采用这个滴灌。玉米播种以后，把滴灌管排起来。病害方面也一样，这个在庭院里面种的话，基本上没有什么病害，只要你品种选择恰当，没有使用这种带菌的种子，病害不是个问题。那虫害的话，一样的问题，到目前为止我没有发现任何的虫害。因此的话，我们在小规模这个庭院种植，基本上也可以忽略这个虫害的问题。最大的问题还是防止小动物的破坏。